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这是一场特殊的审讯，审讯对象的身份仅仅只是一名小商人，然而他所造成的影响却震惊全国，因为此人凭借一己之力，将2任省委书记和无数高官拉下马，一手操纵一省官员升迁，更被省级官员称之为首长。他没有背景，没有钱，却能成为威震黑白两道的教父，一切只因为他有一套察言观色、投机取巧，并且包装自己的看家本领。2014年6月某天，云南昆明某娱乐会所私密包厢内，坐着的都是云南省副厅级干部林云野、厅长张耀武，还有省委常委、秘书长曹建芳。作陪的是云南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立东、昆明市副市长杨永明等人。但是他们陪的可不是这位副省部级领导，更不是几位厅级干部，而是坐在正中间的略显醉意的大内代言人苏洪波。包厢内灯光暧昧，数位美艳的陪酒小姐频频向各位领导、老总敬酒，气氛祥和。然而曹建芳却心事重重，云南省领导马上换届了，他想在苏洪波面前推荐一个人，如果推荐成功，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洪波，曹建芳端起酒杯，试探性地问苏洪波：马上换届了，我这边有个合适的干部，叫蒋兆岗，农信社的党委书记。苏洪波醉意朦胧，正在唱歌，听到曹建芳的话之后，没有搭理。他知道曹建芳特别喜欢蒋兆岗，但是苏洪波从骨子里不喜欢蒋兆岗，因为蒋兆岗这人两面三刀，他表面上对曹建芳毕恭毕敬，暗中却又偷偷在时任云南省省长的秦光荣面前搬弄是非，说曹建芳和云南省农信社主任罗敏是情人关系。曹建芳之前也向苏洪波推荐过罗敏，苏洪波便想拉拢她进入自己的圈子。罗敏这个女人不简单，靠身体上位，情人满天下，和曹建芳更是关系密切。最后一个原因，苏洪波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推荐人选。苏洪波猜测曹建芳和罗敏有性关系，提醒曹建芳小心点这个女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任何一个人出事，牵扯的都是一群人。谁知道曹建芳听不进去，顾左右而言他，又抓住机会进言道：洪波、蒋兆岗这人。话未说完，已经有7分9意。苏洪波一巴掌扇了过去，正中曹建芳脸颊，啪！清脆地把掌声落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曹建芳被打得晕头转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位和北京某位大首长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噤若寒蝉。洪波是你叫的吗？滚远点！曹建芳吓得面如死灰，赶紧改口：首长。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有疑问，这个苏洪波如此狂妄嚣张，连省部级高官都说打就打，他难道真的背景惊人，或者干脆也是一位权势高官？别误会，他根本不是什么大领导，甚至连官员也不是，而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下海商人。之所以他如此嚣张跋扈，有这么强大的权势光环，一切都起源于2003年苏洪波在北京参与的一次不同寻常的饭局。那一年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陪来北京开会，在某饭店邀请一位领导吃饭，正巧遇到了苏洪波以及另外一桌吃饭的人。白恩培和这一桌的部分人相识，3言2语间
苏洪波了解到去白恩培是云南省省委书记，便说要不2桌并1桌，这样也好沟通交流，热闹一点。他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成，2桌合并成1桌，和苏洪波1桌的人有不少领导干部。在餐桌上，白恩培第一次认识了苏洪波，并且在接下来和他的谈话中，发觉他能说会道，熟悉官场里的很多潜规则，对体制内的运行规律了如指掌，就猜测他一定身居高位。通过这个饭局，白恩培心想，这个叫苏洪波的人在北京一定关系广，有人脉，手眼通天，不然的话，怎么会和北京那么多领导一个桌子吃饭？而此时的白恩培正面临升迁分水岭，要么进步成为环资委主任，要么退休回家养老。在这个关键时刻，若是有人能帮他一把，打通关系，进入北京中央，那可太好了。瞧见苏洪波身边的几位大领导来头都很大，白恩培开始浮想联翩，甚至已经想好了日后和苏洪波怎么搞好关系。他却不知自己的打算正中苏洪波的下怀。几番接触，白恩培如愿以偿地认识了苏洪波这边的几位领导，但想要把关系搞好，增加凝聚力，还是要再和苏洪波多牵线搭桥。他是中间人，不能跳过这层关系。饭后，白恩培悄悄地对苏洪波说：“下回来云南，到我家里吃饭，方便？”苏洪波只是微微点头，暂时答应下来。一段时间以后，苏洪波真的来到了云南。当时白恩培在陪领导，但还是和苏洪波约定，晚上8点钟，白恩培的妻子叫他到家中做客，能受到省委书记邀请到其家中做客，这份待遇放在任何地方都属于一步登天，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情况相反，白恩培是有求于苏洪波。经过多次接触，白恩培发现苏洪波在谈吐当中透露出其在北京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强大的背景，十分神秘。于是为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考虑，只有苏洪波来云南，白恩培无论多忙，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苏洪波接到自己家中，陪对方喝酒聊天。苏洪波深谙官场规则，他在谈话中提到了大政策、大环境，从改革开放谈到反腐投资，让白恩培受益匪浅。久而久之，云南省政治权力最顶峰的这群人都知道了白书记有一位手眼通天的座上宾，纷纷都想和苏洪波搭上了关系。到了这一步，苏洪波无形中给自己打造的权势光环已经初步形成了。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他的野心不止于此。而恰好此时，云南省的2号人物省长秦光荣主动靠了过来，苏洪波意识到自己扩大影响力的机会来了，而这一次他要演绎出大戏。这时候恰逢云南省领导层面临换届，白恩培即将荣升，而秦光荣当然想着能够更进一步。而要想走出这一步，秦光荣就想借苏洪波的事，他邀请苏洪波在杨宗海吃饭。这里是云南9大高原湖泊之一，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在宴席刚开始不久，秦光荣就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马上换届了，上面有没有什么精神要传达给我的？苏洪波只是一笑，对秦光荣透露想攀附自己想法不置可否。眼见对方有些心急，吊足了胃口，苏洪波才轻描淡写说了一句：上次在白书记家里吃饭，聊过这些，说你有能力。秦光荣又震惊又兴奋。震惊的是，苏洪波居然和省委书记
关系这么亲密。兴奋的是，自己今天找对人了，这更坚定了秦光荣拉拢苏洪波的想法。要知道，苏洪波只是一个小小商人，根本没有什么背景，一切都是他狐假虎威营造的局面。但狐假虎威只是小手段，想让这些省部级高官对自己趋之若鹜，马首是瞻，还要深谙扮猪吃老虎的精髓，否则被吃的就是自己。之后，他又接到了白恩培妻子的电话，请他赴一次私宴。宴席上都是白恩培的亲信，其中一个亲信话语中大拍马屁，还捎带上了苏洪波。苏洪波恼怒，突然一拍桌子，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走人。这一次拍桌子，让苏洪波在云南省官员当中出了名。要知道，白恩培是时任一把手，苏洪波连他的桌子都敢拍，可见苏洪波本身有多大能耐。但实际上，这就是苏洪波一次处心积虑的政治作秀。他要扮演的是背景通天的人物，注定不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完全不符合他的人设。特别是秦光荣对苏洪波的情感极为复杂，又怕他，又要拉拢他。领导换届时，秦光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省委书记，这可让他觉得自己上位有苏洪波的一分功劳。这时候，他已经亲切地称呼对方为洪波了。面临组建4套班子、选拔干部问题，他主动问苏洪波：“要换届了，你有什么干部，你只管说，有合适的就推荐过来。”听到这句话，苏洪波知道自己通过权力攫取利益、扩大影响力的时机真正成熟了。正好此时有个叫林云野的人进入了苏洪波的运作名单。这个林云野非常关键，他1976年参加工作，是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而厅长张耀武和副厅长李连举沆瀣一气，有自己的集体和圈子，没把苏洪波囊括进去。2010年，林云野迫切需要进步，托层层关系联系到了苏洪波。苏洪波需要在国土资源厅安插几个自己的人，便于将来拿到更多项目。听秦光荣问起，苏洪波就把林云野推荐了上去。这个林云也很踏实，人很不错。没过多久，林云也就得到重用，从省国土资源厅一个被边缘化、无实权的副厅长升为厅长。得到重用之后的林云也立即打电话给苏洪波：“苏总，谢谢你，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我当厅长了。今后苏总但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我林云也绝无二话。”不得不说，苏洪波这一炮彻底打响了自己在云南省的名气。至此，云南省部分官员开始将苏洪波当成云南省地下组织部长，只要是他推荐的干部，肯定能够得到重用。很多官员希望通过他和领导熟悉，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工作环境创造条件。实际上，苏洪波他之所以能够唬住白恩培、秦光荣、曹建芳等人，主要靠取巧。苏洪波刻意营造自己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抓住白恩培、秦光荣不轨之念、不轨之私，故布迷阵。在2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左右逢源，被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那次在外面吃饭，吃着吃着不高兴了，我拍着桌子就走。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当时很多省里人都在，就传得很广，说这个人省委书记的饭局他都敢拍着桌子就走，所以有一帮人就愿意和我打交道了。那么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感觉。被捕后，苏洪波说，苏洪波一靠计谋圈住高级干部
二靠高级干部为其站台撑面子，三靠高级干部的所谓青睐吸引其他干部靠近他，四靠组成自己的官商圈子，其最终目的就是4个字：获取利益。办案人员说，仔细想想，其实很匪夷所思。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稍使手段，一些干部就失去了基本的立场和政治鉴别力，把党性、把原则放到一边，去依附、相信一个商人。秦光荣在其忏悔录中承认了自己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拿组织原则做交易，导致选人用人不良风气盛行的恶果，承认了自己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的愿望。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作为省委书记，我的这些行为助长了云南个别干部找靠山、接天线、走捷径的心理，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也给云南一些政治骗子、政治掮客创造了生存空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苏洪波。我担任省委书记后，不仅没有处理他，反而看重他所谓的关系背景，对其既讨好拉拢，又忌惮畏惧，在一些干部问题上也听从他的意见，姑息纵容苏洪波继续狐假虎威，助长了苏洪波的嚣张气焰和狂妄行为。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